我为夫君挡了一剑，伤及脏腑。去南边庄子养病4年，回到京城时，家里多了一女子。儿子依赖她，女儿喜欢她，婆婆器重她。我夫君与我同房时，不小心叫了她的名字，我受不了，大闹起来。他们联手推我去死，扫除障碍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做鬼20年，我看到了他们的下场，重生到了我回府的路上。我又回来了，先不回府，我要进宫去看望太后娘娘。我说：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，我叫赵温芷，蜀王遗孤。我父战死时，我9岁，太后怜我失户，将我接到宫里抚养。16岁出嫁，18岁我诞下龙凤胎，与夫君魏续感情笃深。儿女6岁那年，我随魏续打猎，三皇子故意拿剑对他，似开玩笑，又似认真要害他。我挡了那一剑，脏腑受损。我伤重，借机向皇帝、太后卖惨，三皇子被重罚。我夫家投靠的是二皇子。我的伤让皇帝、我父旧部都对三皇子不满，从而给二皇子的储君之路清扫障碍。魏续同我说：阿芷，你这伤轻易不能好。三皇子记恨咱们，不如趁机彻底扳倒他。我总以为自己和魏续一体，荣辱与共。为了大业，我这个伤必须远离京城去养，养个3年5载，让朝臣与二皇子有借口攻讦三皇子。我果然去了南边庄子，待二皇子被封储君，魏续却没第一时间派人来接我。我预感不好，待我回家时，才知道属于我的位置早已被旁人顶替。重生归来，我先去宫里看望了太后，她是这世上唯一待我真心之人，已经无碍。我说，太后拉住我的手，回来就好，时常进宫陪陪哀家，免哀家挂念。我倒是，临走时，我悄悄把手腕上的金镯子退下来，放在檀木椅服之下，这是我生母遗物，太后亲手替我戴上的，她知道此物对我很重要。回到宋国公府，半下午，日影西斜，金芒筛过树梢，落下一圈斑驳。我夫君、孩子们簇拥着我婆母，他们每个人脸上表情都有点意外。跟在他们身后，有个穿藕荷色衣衫的女郎，温婉娇俏。阿芷怎今日归来？管事没提前知会我们。婆母上前拉住我的手，我微笑，我回家无需繁文缛节，是不是娘？婆母尴尬一笑。魏续上前几步，问了我路上情况，2个10岁的龙凤胎儿女上前与我见礼。阿芷，你还不认识她？她是兰娘，我替宋宋找的女工师傅。婆母见我看那藕荷色衣衫的女郎，主动介绍，窦凤兰见过夫人。兰娘上前行礼，落落大方。她是我婆母远房侄女，丧夫后投奔了我婆母。她绣火与厨艺都绝，凭借这2样收拢了我全家。免礼，我笑着虚服了她。我不在家的日子，多谢你照顾宋宋。我女儿魏宋立马说：娘，您不知道兰姨有多好。我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发，宋宋回头慢慢告诉我，我没有和前世一样，回府敏锐发现所有人都偏向窦凤兰，脸色不佳，导致回府第1晚气氛很糟糕。我与他们有说有笑，陪着吃了晚饭。饭后，我夫君魏续很明显心绪不宁。我车马劳顿，想早点歇息，能否劳烦国公爷外书房凑合一夜？我主动说，我知道魏续这个时候已经和窦凤兰睡过了，比起我，他今晚更想安抚窦凤兰。他闻言大喜，阿芷，你好好休息。我安睡一夜。翌日早晨，我瞅准时机，发了脾气。早膳时，窦凤兰依旧出席，立在我婆母身边，帮衬布菜。吃完了饭，门房小厮通禀，宫里来了一位嬷嬷。我就在这个时候把碗摔在地上，众人诧异看着我。我婆母和魏续都微微蹙眉，很是不解。我是国公夫人，既然要给国公爷纳妾，怎么不问过我？娘眼里既然没有我这个儿媳妇，就该休书于我，叫我别回来。我很大声地说。众人震惊地看着我。我儿女首先很尴尬，我儿未尝像个小大人，娘，您当着国公爷和太夫人的面砸碗，成何体统？我女儿脸上不敢置信，娘，您是听了什么闲言碎语吗？
您误会兰姨了。我婆母脸色也气得发青，阿芷，你太骄纵了。太后娘娘是这样教你的吗？指我夫君魏续很敏锐，他走过来，柔声细语对我说：阿芷，你是不是回家不太适应，没睡好？失手打了一个碗不算什么的。他给下人使眼色，同时他又给婆母和窦凤兰使眼色。然而他们并没有那么精明。我何时说过纳妾何人？我问。众人微愣。他们此地无银300两。所有人都知魏续和窦凤兰的关系，包括我的孩子们。太后娘娘身边的周嬷嬷进来时，就瞧见这一幕。我的人在门房等候，小厮进来通禀，就直接放了周嬷嬷进来。这是怎么了？周嬷嬷神色不定，郡主可是受了委屈？我眼泪立马涌上来。我并不知家里换了主持钟馗之人，昨晚被入朝了，想找人换一床，没寻到人，一夜未睡。这不，早膳时候手软，把碗碟给砸了。国公爷和太夫人怀疑我闹脾气，我真冤枉。我说。周嬷嬷看向众人，我婆母不傻，她这个时候也很快反应过来了，是误会。她陪笑说：我为国公爷挡箭，出去养伤，婆母身体欠安，有个人帮衬管家，我是能体谅的。只是既然纳妾了，为何既不告诉我，也不对外说？我回来还一头雾水，若不是瞧见管家的钥匙在他身上，我竟稀里糊涂把他当外人。我得了个擅动名声，旁人只怪太后娘娘教导无方。嬷嬷，都是阿芷无能。我哭着说。周嬷嬷脸色发青。我婆母、窦凤兰和魏续这个时候神色都极其难看。不管窦凤兰是不是妾，他们都进退维谷。我没有继续闹，而是哭着和周嬷嬷一起进宫去了。周嬷嬷一大清早送金镯给我，太后知道我丢了金镯会担心，早早送过来，替我见证了这一幕。我一个人的嘴是说不清的，我前世在这上面吃够了苦头。尤其是魏续天生眼观，他可以颠倒黑白。太后的人不替我作证，各种帽子扣在我头上，我很快在京城声誉扫地。我死了，人人称快，反而赞窦凤兰贤惠忠义，与国公也很般配。现在魏续需要去解释，为何他的正室夫人为他受伤去养病后，他府里多了个主持钟馗的女主人。我跟周嬷嬷去了太后宫里，太后揽住我肩膀，她这个时候没跟我说，当初魏续是你非要选的，哀家不是很喜欢他。她只是说，受了委屈就多住几日，赵氏的姑娘还轮不到魏家糟践。我想起前世太后也劝我和离，那时候我不想，我和离是被丈夫、孩子厌弃，我忍不了这口气，我一定要跟他们斗到底，最后赔上了性命。为我痛哭的只有太后。前世我并不是很相信太后对我的感情，太后是个手段很辣的老太太，杀伐果断，她能有多喜欢我？只不过是安抚我父的旧部，做戏罢了。做鬼20年，我时常看看她，她提到我时总会为我哭。养只猫，时间久了也有了感情牵绊，何况那么听话又美貌的我。太后是真疼我。我提出和离，华阳郡主赵温芷的陪嫁108台，太后竭尽所能把好东西塞给我，我要带走我的全部财产。魏家自然不同意。我婆母进宫哭诉，说我误会了，窦氏只是投靠孤女，不是什么妾室。再说了，不准丈夫纳妾就要和离，郡主名声也有碍。作为主母，应该主动为丈夫纳妾，为家族增添子嗣。用这个理由和离不正当。母亲说的是。我低垂眼睫想了想。魏续到宫里接了我回去，魏家送走了窦凤兰。我回来后，家里的气氛变得很压抑，我婆母甚至气病了。娘，奶奶病倒了，你去煮几样菜给她吃。我儿魏昶对我说。我不会。兰姨每次都能做好吃的，奶奶吃了很快，身体就痊愈了。我儿子说，不仅奶奶，我生病时也是兰姨守在床侧，娘你呢？我淡淡笑了笑，我为了你爹的前途，替你爹的主子太子殿下诬陷3皇子，主动去庄子上，没有射伤华阳郡主，置华阳郡主就伤难玉这一条。
你外公的旧部如何会慢慢疏远三殿下，从而投靠太子？我儿子愣住，他10岁了，启蒙多年，知道一点常识。前世我不忍心在他面前说破我丈夫贪慕权势的嘴脸，没把这话告诉他。儿子一直怪我，说我善妒容不得人。窦凤兰真做了二房又如何？公卿世家谁不是妻妾成群？相比较其他公侯，魏续很忠贞专一了，不能叫他守我一个人。今生我已经不在乎这个儿子了，他怎么想无所谓，什么都跟他说透。你休要扯虎皮做大旗。他愣怔片刻后怒道：你不信，去庄子上看看，你奶奶生病时，你外出处理公务的爹爹是不是和你的兰姨在私会？我说。儿子转身出去。我女儿也很难过，她没那么强势，而是委委屈屈跟我说：娘，我答应给太后娘娘50寿诞送一副双面绣，没有兰姨我不会。她教你还是她帮你？我问。女儿，教。我重新换个人教你。我说这世上还有会双面绣的师傅，不单单窦凤兰会，可我绣的这幅只有兰姨会，独一无二，才能讨太后娘娘欢心。女儿说，你是我女儿，哪怕拿一块破布给太后娘娘，她也会欢心。你不是，你巧夺天工，太后娘娘也不稀罕。宫里缺绣娘吗？我说。我女儿气哭，娘，您不能这样贬低兰姨。我笑了下，她抬高自己的时候，你没发现我说句公道话，反而是贬低她了。儿子蠢，女儿傻，和前世的我一样。情分至此，随缘吧。我拍了拍衣袖。等和离后，我托总管事照料孩子们1、2，给他们留稀薄足够生活的钱财，养他们到成年，替他们婚嫁，尽一个母亲的义务，毕竟自己生的。其他的不做指望了。我离家的时候，孩子们6岁了，理应懂事。当时我留了人照顾他们，等我回来，他们身边服侍的人全部换了，是我婆母换的。我身边的人与婆母那边的人有了利益冲突，婆母自然容不下他们，孩子们对我的感情也换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不执拗，注定是这样的缘分，我不强求。我在等一个合理合离的机会，我知道这个机会很快会来的，和前世一样。9月初1这日，我回国公府已经3个月了。婆母一大清早要出门，说去庙里拜佛，她没叫我和孩子们陪同，只让魏续送她。等他们出门，我叫上我儿子、女儿，跟他们说，我带你们去个地方。我女儿有点怕我了，她奶奶说我发疯，善妒到了痴狂的地步，女儿听进去了。我们去哪里？我儿子语气不善。去拜佛。我笑着说，奶奶和爹爹刚走，你就要去，你想做什么？我不去，你诡计多端。儿子道。女儿犹豫不决。不仅仅我去，安宁公主也去。我是想带你认识安宁公主家的小郡王，听闻你很想跟她学枪。她说，安宁公主是我祖姐，比我大4岁。她儿子少年英武，一杆长枪得名师指点，耍得极好，还赢了武状元。武状元给小郡王扬名，自降身价也是有的。我儿子一直很想和小郡王结交，可惜我不在家，安宁公主府不怎么爱搭理他。宋宋，你想去见见安宁公主吗？她深得太后娘娘欢心。我说。我女儿松动了。我儿子迟疑几分后，也点点头。我们和安宁公主会合后，上了公主府极其宽大的8乘马车。我儿子也见到了他崇拜的小郡王，很开心。马车一拐，却往庄子上去了。安宁公主问我，华阳，咱们去哪里？这边有个我们家的庄子，路过一下，我有点事。我笑说。安宁公主看了眼我，什么事啊？我笑着依偎她，姐，您疼疼我。安宁公主亲昵摸我的头发，孩子们都大了，你还撒娇呢。女儿见我和安宁公主亲近，她有点艳羡，儿子看着我，几乎有点不相信，估计他以为我在皇家早已毫无地位了。这些话是魏续告诉他的，也是窦凤兰说的。马车去了庄子上，我们一群人下车，直接进了一处院落。敲开门，瞧见一个小腹微隆的美貌妇人。我婆母正拉着她的手和她说话，魏续在旁边搀扶着她。此情此景，
除了我，所有人都惊呆。当然，我也故作惊讶，上前几步，娘，国公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去碰窦凤兰的肚子，魏续下意识一挡，我也就顺势跌倒在地。我惊呼，袖子里准备好的碎瓷落到掌心，把我的手掌刺穿。安宁公主急忙来搀扶我。安国公，你好大胆子，竟敢当我的面虐打嫡妻！你眼里还有陛下，还有太后娘娘吗？我似受不住，快步往外跑。安宁公主追我，她儿子拦住了想要追出门的魏续。马车上，我的手鲜血直滴，碎瓷扎进了肉里，我一狠心拔了出来，血如泉涌。我这次帮了你，你欠我一个人情。安宁公主说，姐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大恩。我说，安宁，你和离反而是输了。我要是你，跟他们纠缠到底，看谁折腾死谁。你太窝囊。我苦笑，正常女人都会这么想。如果辜负我，我一定要和你们鱼死网破。但我真是死了一回，我宁愿活着。我不想唯一在乎我的太后娘娘提到我的时候眼泪连连，说她当初没有阻拦我嫁渣男，是她的失职。她一生那般果敢，唯一的败点是我。我死的亲者痛，仇者快。前世我回府后大闹，魏家也把窦凤兰送出去了。她在庄子上，我知道她怀孕的消息，她故意叫人放给我。9月初1这日，魏续借口陪太夫人上香，母子俩去看望窦凤兰，我也知道。我偷偷跟了过去，瞧见窦凤兰怀孕的肚子，我怒极，想要拉了这对狗男女去见太后娘娘。我婆母情急之下假装跌倒，地上正好有个瓷片刺伤了她的手。魏续说我故意伤婆母，在本朝儿媳伤婆母要判刑的。魏续和我婆母去见了太后，说愿意压下，只求我别闹。太后再次叫我和离，我还是拒绝了，想和他们斗。那时候我真是愤怒到了极致，恨不能把他们全部咬死。要知道，愤怒的人头脑不清楚，根本斗不赢。今生我请安宁公主替我做局，让我儿女看到实情，也借用了太夫人的招数，为了个外事殴打嫡妻，嫡妻手致残。御史台这几日全是参奏魏续的折子。前世窦凤兰这个孩子最后是生在外面的，后来才用义子的名义养回去。窦凤兰始终不是妾，也不是外室。等我死后，魏续娶了她，本朝也有律法，妾不能抬妻，外室不能做嫡妻，否则魏续要入牢。魏续和我婆母不让窦凤兰做妾，不是为了我，而是为了她。我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白，这些人不值得斗。御史台弹劾了2个月，皇帝受不了了，主动问我的意思。此时我已经搬离了国公府，住回了蜀王旧宅。我家王府仍保留着，有几个老下人看家。魏续也在求我，他风度翩翩，英俊不凡，我当时一眼相中他。如今他整个人消瘦了一大圈，颧骨都凸了出来，多了些嶙峋。阿芷，你能不能别闹？他说我让兰儿做妾，他的卖身契我交给你，行吗？咱们是一家人。这是你道歉的方式？他做不做妾，生不生孽子，跟我有何关系？我淡淡说，你到底要什么？当然是和离，我所有的陪嫁都要带走。我道，你不考虑孩子？昶儿、宋宋满了10岁，即将议亲，你这么胡闹，谁家敢与他们结亲？魏续说，魏续啊，你真是伶牙俐齿，找外室的人是你，伤我的人是你。你睡窦凤兰的时候，没想过孩子们的前途？我逼你上他的床了吗？我问他，魏续，你这是狡辩。男子3妻4妾，我没不准你纳妾。作为国公府的男主人，你纳妾不仅仅要你同意，也需要我首肯，对吗？你提前通知我了吗？我问，你现在到底打算如何闹？他气急了，逼问我，母亲病倒了，他生这种废物儿子，当然会病倒。我说，你不准对我母亲出言不逊。他怒道，又拿你母亲说事，我何时对她不敬？我骂的是你，魏续。我说，我和魏续不欢而散，魏家所有人都来找我，婆母来了，3两句被我问得哑口无言。
为什么把管家的钥匙给窦凤兰？为什么帮他收买我的孩子们？儿子女儿也来找我，我就端出母亲的架子。你们不帮我，如此不孝，不如断绝关系。最后来找我的是窦凤兰，她肚子瘪了下去。夫人，孩子我落了，都是奴该死，不知分寸。您原谅国公爷，奴回乡去，从此再也不到你们跟前。她哭着说。我安静地看着窦凤兰，她生的鹅蛋脸，水性眼，看上去无辜单纯，可拿捏人心的本事一绝，心智又坚毅，目标明确。她要做国公府的女主人。前世我是后来才知，她与魏续又是有情。我婆母嫌她娘家落魄，逼得堂哥将窦凤兰远嫁。魏续心里生了一根刺，他并非不喜我，我被太后娇养，不少功勋世家子爱慕我。我性格又和阮天真，这样的美人儿，谁不眼馋？魏续对我也有几分情意，他一边与我浓情蜜意，一边念着窦凤兰。他为了窦凤兰的事，记恨我婆母，母子俩那段时间关系很糟。可笑我刚嫁过去，还尝试缓和他们母子关系。窦凤兰丧夫守寡在前，魏续听闻后大喜，求婆母想方设法接她回京。我中箭在后。魏续一箭双雕，劝我去南边养伤。我离京后，婆母为了挽回儿子的心，借口替孙女找女工师傅，把窦凤兰接进府。窦凤兰在前夫家过得不如意，也尝到了无权无势日子的苦。她回来只一个目的，就是重新嫁给魏续，不是做妾，不是外室。现在权宜之计，她必须先流掉这个孩子，为此大伤身体，以后可能无法再生育。他也在所不惜，我但凡有他一半狠辣，就不至于被害死。窦小姐，我不可能原谅魏续。我说。窦凤兰抬起苍白小脸，夫人，奴该死，奴给你磕头，你把头磕破了，也得不到同情。这是我家王府，全是我的人，哪怕你死在这里，也无人同情。我冷冷说。窦凤兰咬了咬唇，夫人，你想奴如何？只要能挽回，奴都尽力。你能逆转光阴？我问他。夫人，时光不改，任何弥补都无意义。我走错了路，现在只想回到正途。你落了孩，魏续还不得记恨死我？我这个时候回去，全家都是我仇敌。我去仇敌窝里过日子，哪日死了都无处申冤。窦小姐，在你眼里我如此傻？你做这些，无非是以退为进，让魏续和太夫人更怜惜你。我道。窦凤兰面颊轻轻抖了下。所以你白吃苦了，我不会改了心意，我必然要和离的。我说。又说，真是狠心，自己孩儿都舍得杀了。看我那两个又蠢又毒，我也没想过不管他们。窦凤兰死死攥住了拳头。我继续说，你这出戏演到这里，剩下的可怜去卖给魏续和太夫人瞧吧，别在我这里浪费功夫。我叫了2个粗使婆子，将他小心送回宋国公府，不能磕了碰了。同时，我叫人出去收买茶馆说书先生，化名讲魏续与窦凤兰的爱恨情仇，以及在这个故事里可怜无辜的原配，也就是华阳郡主我。宋国公臭名远扬，人人骂魏续负心薄幸，世人提到我替他挡箭，伤重4年才愈；世人夸我父忠烈英勇，我美貌单纯，陪嫁丰厚。纷纷扬扬闹腾了几个月，魏续受不了了，与我和离，归还我全部陪嫁。2个孩子不可能跟你。他说。我笑了下，2个不孝子，全部给你吧。吾爱一身轻，我不在乎任何不爱我的人。我要保住命，贵女该学的本事我都学过，打理财产是最基础的。我的陪嫁丰厚无比，王府还有些旧产，加上我在江南4年，暗中做些买卖，气运好都有赚。我在孤单中富的流油，珍惜无比的古玩字画，我不要钱似的送给我堂姐安宁公主。安宁公主时常请我去公主府做客，又总夸我。京城世家逢高采低，见太后和公主器重我，纷纷给我下帖子，邀请我赴宴。我也会去。跟我和离后，魏续并没有娶窦凤兰，前世献祭了我，得到了我所有陪嫁。宋国公府顺风顺水，魏续和窦凤兰过了几年好日子。
今生魏续要考虑很多，他和窦凤兰的情势外泄，这个女人声望扫地。她做了国公夫人，其他世家不会愿意和她来往。别说太夫人不答应，魏续自己也不愿意。他自私透顶，不能稳操胜券。窦凤兰也没前世那么娴静优雅了，她开始露出贪婪与急切。魏续最不喜女子世故，见状越发不喜她了。他们相看两厌。宋国公府乌烟瘴气，我没空理会他们，时常进宫去陪伴太后娘娘。王婕妤带着她的小皇子，偶然到太后跟前坐。我待谁都冷冷清清，唯独对八皇子很热情。他今年13岁，我拿了糕点给他吃，还问他功课。因我喜欢他，太后对他们母子也热情了几分。是想场了吗？太后问我。他以为八皇子和我儿子魏昶年纪相仿，我才格外看重八皇子。我摇摇头，不是。昶儿像极了魏续，冷酷自负，我与他母子情分止于我和离那天。我只是觉得八皇子聪颖结实，面相极好。太后微怔，她第一次有点严厉警告我，华阳宫里谨言慎行，不能掺和皇子们的纷争。太后娘娘，我不曾做任何出格事，你也不用格外优待他。我只拿思念儿子做幌子，多跟他亲近几分。我说，我知道再过几年太子会被废，争夺储君之位多时的三皇子因身体不好而病故。成年的皇子中，其他人没什么出息，一看就不是做皇帝的料。我做了鬼20年，知道20年后京城很多大事，八皇子是未来储君。我对他们母子好，不讲利益，不承诺站队，只拉拢一点稀薄情谊。时间很快，局势也大改。4年后，太子果然被废，牵扯到了门阀争斗，世家要搞死他。三皇子也果然病故了。17岁的八皇子被立为储君。中宫未旋多时，王婕妤的父兄又立功了，他封后。在宫里人情冷暖看得多了，王皇后不待见任何贵妇，只喜欢我。她总不忘微末时我待她母子的那点善意。她有太后一样的野心，心中却有一丝柔软。我身价越发水涨船高，皇帝甚至要再给我赐婚，放话说我再婚生子，将来可继承蜀王王位，封郡王。我去跟皇帝哭诉，又拿我亡父做挡箭牌，拒绝赐婚。我那个白眼狼儿子魏昶这个时候来找我了，娘，这是请帖，我下个月定亲。他说，婚姻6礼，定亲时男方要宴请至亲。我拿着请帖看了看，淡淡说，不知是否有空。我不打算去，此生我都没想过再回宋国公府。魏昶表情微变，娘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您还是不能原谅我们吗？我们又不曾害过您。我看着他，和离后，我努力把今生过好，赚钱，结交人脉，孝顺太后，很少会回望过去。直到魏昶这席话，让我想起前世我的惨死。好巧不巧，我前世死在了今日，正好是魏昶来看我的这一日。我回想了我的惨死，历历在目。我的前世一步错步不错，死在永昌32年的9月初1。前世与今生一样，这日秋阳娇艳，碧穹澄澈无云，空气里飘荡淡淡花香。我死在宋国公府的惠宁楼。前世我回京后，发现了魏续和窦凤兰的私情，愤怒到了极致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愤怒掌控着我。我大闹国公府，赶走窦凤兰，魏续和我闹脾气。你可知他是宋的师傅？你连孩子的恩师都容不下。他是恩师吗？我反问魏续。魏续，我不与你吵，你是尊贵的华阳郡主，你有太后撑腰。他觉得我太过于强势。窦凤兰离开后，我女儿宋很失望，她偷偷哭了好几回，想让窦凤兰回来。我儿子魏昶则是恼火，他很爱吃窦凤兰做的水晶肘子，谁做的都不如窦凤兰。我婆母偷偷去看怀孕的窦凤兰，我跟着去了，被魏续冠上殴打婆母罪名，连太后都需要安抚魏家保我。我回到了国公府，魏昶知道窦凤兰在庄子上养胎，特意寻了好的药材去看望她。她在那边吃饭，他见妹妹难过，还把宋也接了去。他们的背叛我也很快发现了，把他们俩叫过来，昶儿，你给我跪下。魏昶不以为然，
华阳郡主真是好大威仪，他学他爹，动不动就给我盖一全压人的帽子。我女儿软和些，扑通跪下：娘，都是我的错，您不要生哥哥的气，我以后再也不去看兰姨了。魏昶小年纪学了魏续的做派，往后我们全家都是你奴才，华阳郡主。我气得浑身颤抖，拿了花瓶就砸他。我气狠了，晚上不停咳，咳出一口鲜血。2个孩子与我更疏远，他们对外说我疯了。太后叫我去问情况，劝我和离。我不想，一定要和他们争斗下去。我儿子魏昶推搡过我，他对窦凤兰像亲娘，又对他祖母很孝顺，每次看到我都是冷嘲热讽。我女儿怕我，她慢慢疏远我。回京第2年，窦凤兰生产完，孩子留在庄子上抚养，她又回了安国公府。她总像今生这样娇娇柔柔挑衅，我无法忍受，罚了她。魏续就更可怜她，我的儿子女儿都怪我，外面的人全部说我发疯。魏家不关注我，他们只是一点点逼我。我最得力的管事妈妈死了，是惨死在我面前。我养的一只小狗被乱石砸碎头，我疯了一样要找全府算账。吃不好，睡不好，我紧绷着一根弦。我搬到惠宁楼静养，是我自己的主意。娘，您快出来，失火了！我儿子在外面喊。浓烟滚滚，我急忙推开门，发现魏昶站在门口，不知哪里失火。我拉了他，快走，昶儿你快走啊！他却推搡我。我被推下楼的时候，听到他说：我要一亲了，这么个疯疯癫癫的娘，我寻不到好姑娘。娘，您为了儿子做点好事吧。楼梯那么高，我摔了下去。惠宁楼一场大火烧掉了，我被烧死在楼梯口。太后娘娘震怒。然而魏昶带着妹妹进宫，向太后说：惠宁楼是娘自己搬进去的，她发疯多时了。太后娘娘，她不仅仅折磨自己，也折磨我。她撸起袖子给太后看她伤痕累累的手臂，那是她自己弄出来诬陷我的伤。我女儿只知道哭，她和我一样是个愚蠢的，天真又无能。太后眼泪直流。魏家一直对外说我是疯子，疯子自焚，结束了魏家的苦难。人人可怜宋国公府，说他终于熬出来了，不用受疯婆子折磨。而我儿子的证词是攻击我最致命的武器。他为何这样恨我？我离家时他刚6岁，启蒙才1年。刚启蒙时，女儿未送早会，一学就会，儿子贪玩不专心，我的确对他严厉了些。他因此记恨我，不惜为了外人诬陷我，逼疯我，甚至帮魏家杀了我。如今他站在我面前，同年同月同日，不再是放火烧我，而是说我们不曾伤害你。但凡我退得迟一步，我仍是遍体鳞伤。他们没有丝毫改变，是我改变了自己，拯救了自己。我做鬼的那些年，试图报复，却发现鬼比一阵风还轻，什么也做不了。我只能旁观。我死后1年，魏续娶了窦凤兰。窦凤兰很快又有了身孕，但下一对龙凤胎。我儿子魏昶的婚事一波三折，直到20岁才娶亲。女方家情况很一般，因为窦凤兰不肯给充足的聘礼，他却对魏昶说：你娘名声太差了，才会如此。他又为了魏续的前途，将我女儿嫁给一个对魏续有助力的官员儿子，丝毫不在乎那人是个纨绔。窦凤兰和魏续过了几年好日子，他还主动给魏续抬了4个通房，比我贤惠多了。只是魏续又看上了新人，他甚至怀念我的美貌，说全京城的女郎都不及当年华阳郡主貌若天仙。窦凤兰气得吐血，她和太夫人的关系也变得很差。我的陪嫁被败光，我儿子找魏续要钱，窦凤兰说没有的时候，他们差点打起来。后来魏续左右逢源中，得罪了权贵，窦凤兰交际不太行，不知不觉招惹了仇恨。安国公府被夺爵，魏昶回乡去种几亩薄田，从国公府世子爷变成了农夫。我女儿忍受婆家种种刁难折磨，2个孩子都夭折，不到30岁也病死了。她病死前夕，爬到我的坟前，抱着墓碑一声声叫娘。我终于懂了您，娘，娘啊！她曾经无知帮衬窦凤兰对付我，伤透了我的心。她一声声泣血叫娘，又撕裂了我的魂。我回想起那一幕，
都痛得窒息。重生这4年，我做了安排，在他身边安插了2个可信的管事妈妈，希望这辈子能替他挑个可靠的人家。能给他做的只有这么多了。我不会去祈求他爱我，在他更偏袒窦凤兰的年纪，但我也不会强迫自己不爱他。他是我的儿，他前世已经忏悔过了，我原谅他。永昌33年，我女儿魏宋订婚了，男方姓王，皇后娘娘的侄儿。王四郎挺拔粗犷，武艺高强，他有点木讷，不善言辞。窦凤兰瞧见了，有点不悦，这人不好吧？然而今生她不是国公夫人，她只是魏续的妾。魏续娶了心腹，比我刁蛮泼辣多了。那心腹骂窦凤兰，猪油蒙了心的贱人，皇后娘娘的侄儿，轮得到你挑3拣4？你这话传出去，我们全族遭殃。我女儿魏宋见过王四郎1次，也不是很喜欢。他和窦凤兰还是走得很近，跟他学刺绣，对他说，这人看着好凶。窦凤兰，我看不怎么样。我女儿身边的管事妈妈是我安插的人，她把偷听到的话告诉了太夫人。魏续、太夫人和国公夫人都想跟王家结亲，因此痛骂了窦凤兰一顿，不准她再和我女儿见面。我女儿忐忑嫁了，不成想，看似粗糙的王四郎对媳妇疼得入骨，一点细枝末节的事他都察觉得到。魏宋很幸福，她公婆不算是很宽和的人，但精明练达。又因为她是我的女儿，对魏宋极其客气恭敬。魏宋内有王四郎的疼爱与鼓励，外有公婆的吹捧，社交逐渐多了。她也会来我这里走动，我每次看到她都只是淡淡的叫人拿些礼物给她，从不留她吃饭。她还是会回安国公府去看望窦凤兰，但见过了世面，她再看窦凤兰就觉得她哪都不对劲。再后来有人勾搭王四郎，被王四郎厉声呵斥，又被公婆撵出去。我女儿突然意识到，这女人的做派跟窦凤兰一模一样。她来看我的时候怀了身孕，做了个荷包给我。娘，你以前是不是很委屈？她问我。我当时没说什么，眼泪却很不争气地滑落。没什么。我转过脸不看她。您为了爹爹九死一生，又为了爹爹前途背井离乡，骨肉分离，结果到头来，她说着自己哭了。夫妻离心，骨肉分离，是一刀刀剜心之痛。我快步离开，回到了卧房，眼泪汹涌，我哭得接不上气。我这个愚蠢的女儿，我真恨她，这个时候来招惹我流泪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女儿魏宋再也没见过窦凤兰。窦凤兰主动找她，她叫人拿了1000两银子给她，说是给她的束修，感谢窦凤兰教她刺绣。从此她不和窦凤兰有半分瓜葛。又过了2年，魏续的心腹和她也和离了。这心腹和她娘家为了讨好我，讨好王皇后，到处说魏续坏话。魏续又因为官场贪墨被下了大牢。我儿子魏昶的婚事因窦凤兰2次搅和没成，而后魏续和离又入狱，稍微好点的人家都不愿意把女儿嫁给魏昶。魏昶再次求我，我公然对外说我没这个儿子，他是魏续的儿子。他恨极了，到蜀王府骂我恶毒，断了亲生儿子的生路。你为什么生我？他咆哮着问我。我也这样问自己，为什么生他？我会去死，都是你的错，你逼死了自己的儿子。他又威胁我，我亲自扔一把刀给他。哪吒剔骨还父，割肉还母，你有一份血气，就死在我门口。我厉声对他说。魏昶愣住，而后他屁滚尿流地跑了。他要是真砍自己一刀，说不定我也愿意原谅他，因为他也是我的儿。魏昶20岁终于娶亲，对方是小小京官家的庶女，不是他前世娶的那个。宋国公府的太夫人死了，魏续也死在了牢里。窦凤兰穷困潦倒，打算回乡，结果死在半路上，客栈将他的尸骨用破席子卷了扔乱坟岗。我儿子魏昶一无所有，他像前世那样去村子里种地。娘，我能接济哥哥吗？我女儿会问我。种地又不是乞讨，他还有几亩地，旁人什么也没有，为什么要救济他？我说，话是这样讲，我女儿心软，会偷偷给他嫂子塞些银子。
魏昶靠着妹妹的救济，又买了些田地。他知道自己彻底无路可走了，就老老实实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地。在见到他的时候，已经是我48岁时。我女儿生第3个孩子，魏昶来喝满月酒。30岁的魏昶晒得黑黝黝，看上去质朴憨厚，像是脱胎换骨了。我差点不认识他。他见到我叫了声娘，我没应。阿曼上次发烧，妹妹说是您寻来的退烧药，多谢娘。他跟我说，声音诚恳。阿曼是他女儿，他做了父亲，似乎理解了父母对孩子的感情。他不怎么恨我了。阿曼是个好孩子。我接了这句话，笨得很。教他2个字，比挖3亩地都费劲。我气的话说重了些，他记恨我好些日子，就像当初您教我写字，我也记恨您好几年那样。他说，我的眼睛很不争气的发潮。魏昶，我们并无母子情分了，不必说这些。我道。他点头。娘，可要阿曼来陪您住几日？他问，您替我教教他。我知道他这一刻并无算计，仅仅是想要缓和跟我的关系，否则他就会想把儿子送过来，而不是女儿。他有2个儿子。不必了。我没有接受。我一个人住若大王府，全是与富贵一样不缺。我享受孤单，也享受生命。做完月子的魏宋，人胖了一圈，富态逼人。他走过来，与我和魏昶说话。屋檐下的风轻轻吹过，我们3个人站着。我曾怀胎10月，诞下这2个孩子，他们从我的骨血上分离出来，也曾无知的想要夺取我的营养，甚至害死了我。如今他们俩长大成人，各有家庭。我们立在这里，似3株不相干的树，也只是3株不相干的树而已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